在世界地图上，亚马逊雨林占据了一大片绿色区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里意味着茂密的森林、潮湿的空气以及难以抵达的深处。而雨林的土著部落正在发生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部落的女人们正在使用独特的方式酿造啤酒，把去皮的木薯煮熟后，再通过咀嚼这道重要工序才能进入接下来的发酵。只因部落男人们相信，只有经过女性咀嚼过的木薯酿造出来的啤酒才有最正宗的风味。而河边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正在嬉戏打闹，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让他们的娱乐方式简单而直接。他们会把爬满蚂蚁的潮土涂抹在彼此的私密处，瘙痒和刺痛所带来的些许快感让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当中。蚂蚁对于部落居民来说不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是老少皆宜的零食。他们一般会直接生吃，也会进行烤制，让其变得更加美味。长期以来，他们与现代社会保持着极为有限的接触。在现代社会，瓦奥拉尼人常常被贴上原始、危险、神秘的标签。事实上，他们并非不知道现代世界的存在，而是长期选择与之保持距离。在这片雨林中，他们形成了一套完整而自洽的生存方式：如何获取食物，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延续族群。本期我们将走进亚马逊雨林，看看瓦奥拉尼人所处的真实环境，探寻他们不一样的生活。作为世界上最大物种最多的热带雨林，它横跨9个国家。亚马逊雨林还被称为地球之肺，这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诸多自然优势让它成为早期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的理想场所。茂密的植被和丰富的河流系统使得某些地区至今仍难以进入。许多土著部落沿袭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瓦奥拉尼人是美洲原住民，殖民者称呼他们为美洲印第安人。瓦奥拉尼人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厄瓜多尔东部的亚马逊雨林腹地，这一地区位于安第斯山脉以东，地势逐渐向低海拔的雨林过渡，河流密集，森林覆盖率极高。这里远离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没有贯通的公路系统，大多数地方只能通过河流或徒步进入。即便是现代的交通工具，在这片区域也难以发挥作用。雨季时，持续的降雨会让道路变得泥泞难行；旱季到来，部分水道又会变浅甚至中断。正是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让瓦奥拉尼人与外界长期保持距离。对他们来说，雨林并是可依赖的生活空间，哪里有猎物，哪条河流在什么季节水位变化，他们都了然于心。瓦奥拉尼人的活动范围没有明确的边界，不同家族或小型群体会根据资源情况在雨林中迁移。这种流动不是随意的迁徙，是对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观察后形成的生活策略。一旦某片区域的猎物减少，或者土壤不再适合种植，就会选择离开。雨林的气候对生活方式有着直接影响，这里全年高温多雨，湿度极高，植物生长迅速，动物种类繁多。这种环境为生存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食物并非随处可得，疾病和野生动物始终存在风险。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让瓦奥拉尼人的食谱异常宽广，包括会飞的白颈、南美树上的各种猴子，还有水里的食人鱼和鳄鱼等。他们几乎能使用吹箭和陷阱猎捕到亚马逊雨林中的任何动物。和猪有几分相似的蜥蜴也是瓦欧拉尼人的猎物之一。尽管与猪同为偶蹄目动物，外形也颇为相似，但二者分属不同的科，存在生殖隔离。蜥蜴皮质优良，肉质鲜美，曾被大量猎杀，在北美的种群几乎被打绝，后经保护数量才逐渐恢复。如果捕获到较小的猎物，族人们也会先将其圈养起来，等长大后再食用。在狩猎或捕鱼活动开始前，部落萨满通常会祈祷一天，以确保狩猎或捕鱼活动的成功。瓦奥拉尼人也有着不一样的饮食禁忌，如禁止食用鹿肉，理由是鹿的眼睛与人的眼睛相似。
也正是这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使得瓦奥拉尼人身体上还得到了进化。人类学家研究过瓦奥拉尼人的脚骨，发现他们的脚掌宽度比一般人宽，脚底老茧厚实，这直接帮他们在树上保持平衡。爬树时，他们用脚掌平贴树干，像吸盘一样，脚趾分开扣住裂缝，避免滑落。一种说法是，这种适应源于狩猎需求，猴子在树冠跳跃，它们得跟上节奏。营养上，它们吃高蛋白的猴肉和水果，身体矮壮，平均身高1.5米左右，适合林中穿梭。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部落里有些人脚趾多达6根，进一步增强抓地力。但这变化不是遗传突变那么夸张，而是用进废退，用得多就发达了。这和之前节目里提到的比格米人类似，环境造就了适应生活的方式。瓦奥拉尼人作为厄瓜多尔境内的亚马逊雨林中是最后一支依然维持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原始部落族群，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早已学会了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依靠狩猎采集和捕鱼，族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传统生活，独特的生存智慧和适应能力让他们成为了这片雨林中真正的生存专家。部落中的男人们擅长使用吹箭，狩猎主要由男性承担。从年少时期开始，男孩就会跟随年长的猎人进入雨林，学习如何识别动物足迹，判断猎物的行动路线，以及在复杂地形中保持安静。这些知识并不通过系统教学传授，而是在长期的观察和模仿中逐渐掌握。瓦奥拉尼人最具代表性的狩猎工具是吹箭。吹箭使用细长的木管，配合涂有植物毒素的箭矢，猎人需要在相对近的距离内准确命中猎物，才能确保毒素发挥作用。这种狩猎方式对耐心、呼吸控制和判断力要求极高。除了吹箭，猎人也会使用长矛或其他简易工具，具体取决于猎物类型和环境条件。狩猎并非单纯依靠体力，更依赖对雨林环境的熟悉程度。猎人需要根据季节变化，判断哪些区域可能出现猎物。成功的狩猎会为整个群体带来食物，但并不会让猎人获得额外的物质回报。猎物通常会被分配给家庭成员或更大的群体。36岁的彭蒂是一位8个孩子的父亲，为家人提供充足的食物是他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彭蒂一大早便出门捕猎了，现在已经中午，家人们早已感到饥饿。当他带着猎物回来时，妻子已经支起了炉灶，懂事的小女儿将猎物交给哥哥处理。18岁的大儿子梅拉平时会在家中帮助母亲照看年幼的兄妹。他即将与部落中一位漂亮的姑娘完婚，并建立自己的家庭。彭蒂捕获的这只灰翅喇叭鸟不足以让每个家人都吃饱。下午他将与其他猎人一同出门，去保护妇女们到丛林深处捕鱼。运气好的话，彭蒂能为家人带回一些美味的渔获。然而雨季的到来连通了丛林中纵横交错的河网，这使得鱼群分散各处，几个小时的努力可能只换来一条南美夏口年，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清道夫。清道夫的肉质口感较差，作为食物并不被广泛接受，但它在瓦奥拉尼人的传统饮食中却占据着重要地位。雨林气候潮湿闷热，瓦奥拉尼人为了更好地散热和保持身体舒适，他们形成了轻便透气的穿着习惯，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尽量少穿或者不穿衣物。成年男性会在腰间系一根兽皮或植物纤维制成的绳子，这是他们的传统装饰和文化象征，还能用来夹带小型猎物，彼此之间也并不会感到不适，这是他们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雨林中最不缺的就是植物，但如果你认为遍地都可以作为食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瓦奥拉尼人的生活中，食物并不是随时可得的东西。雨林看似资源丰富，但真正适合食用的部分需要长期经验才能分辨。除了前面说的来自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猪、猴类以及各种鸟类以外，还有雨林中生长的野果、坚果和可食用植物，也构成了饮食的重要补充。瓦奥拉尼人会种植一些作物，木薯是最重要的粮食来源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香蕉等植物。这些作物不追求高产，而是为了在狩猎不顺利时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补充。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小片属于自己的耕种面积，虽然产量有限，但依旧能满足每个家庭的需要。特别是前面提到的木薯，经过部落女人的咀嚼发酵，就成了部落里男人们最喜欢的饮料。这种被称为卡萨瓦啤酒的饮品，在中南美洲的多个原住民文化中都有酿造和饮用的传统。其制作方法并不复杂，将采集回来的木薯外皮去掉，然后放入锅中煮至软烂，去除木薯中的有毒物质。煮熟后的木薯会被捏碎，以排除多余水分。然后妇女们会将这些木薯含在口中充分咀嚼。这一步的目的是利用口腔中的酶，将木薯所含的淀粉转化为糖分，为后续的发酵提供条件。这和口嚼酒如出一辙。除了这些日常的主食和蔬菜，又怎么少得了零食呢？南美切叶蚁是亚马逊雨林中最常见的蚂蚁之一，它属于切叶蚁属，12个已知物种里的佼佼者，在南美洲分布广泛。这种蚂蚁体型硕大，在切叶蚁中首屈一指，俗称大屁股蚂蚁。有些大型蚁穴所包含的个体数量甚至高达350万只。繁殖季节的南美切叶蚁雌雄都会长出翅膀，特别是蚁后的营养价值极高，是瓦奥拉尼人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来源。在这里不管男女老幼都视其为美味珍馐，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瓦奥拉尼人通常用火把寻找这些零食，燃起的火把不仅能起到诱捕的作用，还能快速驱除蚂蚁的翅膀。经过烤制后的蚂蚁更加酥脆可口，当地人称吃起来有一种牛奶的焦香。由此可见，瓦奥拉尼人的饮食习惯除了维持着身体所需的能量，也逐渐形成了对自然资源的谨慎态度。在瓦奥拉尼人的生活中，狩猎不仅是一种获取食物的方式，更是一种长期塑造社会结构的核心活动。对他们来说，能否成功狩猎，直接关系到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猎物通常会被分配给家庭成员或更大的群体。这种分配方式使狩猎成果转化为社会关系，而不仅是个人成就。尽管如此，狩猎能力仍然与个人声望紧密相关。一个能够稳定提供猎物的男性，更容易在婚姻和家庭中获得认可。狩猎成为衡量成年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所以在部落都会有特别的成人礼和检验技能的考试日，所有人都会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女人们自然不愿错过一睹年轻人飒爽英姿的良机，表现最出色的年轻人将成为正式的丛林战士，他们将跟随老猎手一同参与下一次的狩猎，这是他们成年的标志，也是对他们价值的认可。所有的瓦奥拉尼小伙子只有在成为真正的猎人后，才有娶妻生子的权利。除了吹箭之外，能够熟练地使用长矛，也是瓦奥拉尼猎人们必须掌握的狩猎技能之一。这和现代田径运动项目中的标枪有相似之处。土著部落使用长矛狩猎则更强调精准性和实用性。想要在丛林的复杂环境中命中移动的猎物，需要极高的准度和投掷力量。优秀的猎手能够在20米之内有效命中猎物。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会自然地参与到日常生活中，他们跟随成年人进入雨林，观察采集、狩猎和处理食物的过程。雨林部落的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他们往往能从简单的游戏中获得巨大的快乐和满足。在一些土著部落，年轻人会将蚂蚁涂抹到对方身体的某些部位，这不仅是一种游戏，也是他们独特的成年礼。在瓦奥拉尼的文化传统中，它象征着个人的成长、蜕变和与自然界的联系。他们通过展示自己的勇气和承受痛苦的能力，从而被认可为部落的成年人。在茂密的亚马逊雨林中，猎物的活动通常迅捷且隐秘。部落少年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猎人，从小就要学会辨识周围的环境和资源。他们要采集的是一种名为箭毒藤的常绿藤本植物，这种植物通常攀附在其他树木上生长，扁平状的藤蔓表皮富含多种剧毒生物碱，
该毒素能与神经肌肉接头快速作用，猎物几乎在中箭后会立即产生瘫痪效应，对人类而言它同样致命。如果进入血液，仅需 0.1 毫克就能致成年人于死地，因其毒性成分复杂，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效的解药。宽大的棕榈叶是包裹这些毒性碎屑的理想材料。箭杆需要选用轻质且坚韧的木材或竹子制成，因为这些材料易于加工并具有良好的韧性。竹子会被切割成适当的长度，经过刀具的精心修整后，箭杆会变得笔直且表面整齐。箭头部位需要均匀地蘸取毒液，这个过程必须小心操作，因为锋利的箭头一旦划破皮肤，毒素进入血液，后果将是致命的。沾上毒液的箭纸会被架在火堆旁边，缓慢烘干水分。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毒液牢固附着在箭足上，并能得到进一步浓缩。这种复合毒素具有极强的水溶性，即使凝固，但只要接触到血液，毒素就会迅速溶解扩散，猎物将在劫难逃。长期以来，箭毒藤毒素被土著部落用于制作毒箭来狩猎和战斗。为了发挥更强大的药效，他们会对这种天然神经毒素进行浓缩和提纯。孩子们在观察中逐渐学会了辨识植物的药用和毒性，这些知识和经验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智慧，也为日后的独立生存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之后，瓦奥拉尼人的生活环境已经与过去明显不同。曾经广阔而连贯的雨林被道路、采油设施和定居点逐步切割，原本可以通过迁移来应对资源变化的生活方式正在失去空间。石油开采是影响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勘探活动带来的噪音、污染和人员流动改变了动物的分布，也影响了河流水质，狩猎变得更加困难，捕鱼的收获也不如从前稳定。与此同时，森林砍伐和外来定居者的进入使传统领地不断缩小，瓦奥拉尼人很难再单纯依靠雨林资源维持完整的生活体系，部分家庭被迫靠近定居点，依赖外来物资和临时工作。这种依赖关系并不稳固，外来工作机会有限，一旦项目结束，收入随之消失，而失去原有生存方式的家庭很难迅速回到传统状态。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厄瓜多尔的原始丛林消失了 50%。 由于雨林木材众多且品质优良，在国际市场上需求量很大，特别是粗壮的西班牙雪松，因为其具有红褐色的外观和芳香特性，它还具有天然的抗白蚁和抗腐烂等卓越特性，因此商业价值极高，更是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也正因如此，整个亚马逊雨林现在正以每年约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从地球消失，这相当于36个台北市的面积。除了滥砍滥伐的威胁，森林大火也加剧了亚马逊雨林的消失速度。巴西科学家诺布雷表示，亚马逊森林可能在未来20年至30年间完全消失。相比伐木公司的现代化机械作业对森林的破坏，瓦奥拉尼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对大自然的索取只为了最基本的生计，而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也引得世界各地争相掠夺。非法采矿活动的猖獗，黄金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尾矿和废石中含有大量有毒化学物质和重金属，这些物质会破坏土壤肥力，阻碍植物生长。此外，采金活动还对空气和水体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作为南美洲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厄瓜多尔的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亚马逊地区。尽管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在南美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石油产业是厄瓜多尔第一大经济支柱，同时也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石油开采过程中，大量含有毒性的废水被直接排入河流，导致水质严重恶化。更为严峻的是，厄瓜多尔的石油工业历史悠久，许多开采设施老化严重，加之监管不力、维护不善，致使该国成为世界上原油泄漏事件最频发的国家之一。同时，与现代社会的接触也带来了疾病。过去与世隔绝的亚马逊土著部落鲜少接触外界病原体，
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介入，这一状况正在改变。流感、麻疹、肺结核等常见病逐渐在部落中蔓延，并呈现出更为严重的态势。流感病毒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来病原体之一，而很多土著部落从未接触过流感病毒等常见病原体，他们的免疫系统并未建立起针对流感的免疫记忆，再加之缺乏防治经验，这不仅导致了更高的感染率，还使得流感病情更为严重。现代医疗资源的匮乏，使许多原本可以治愈的常见疾病，在这些部落中可能是致命的。近年来，政府也终于意识到环境和保护土著部落的重要性，开始做出了一定改变。厄瓜多尔政府在法律保护、自治机制和经济发展项目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以支持和改善土著部落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的不足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使得这些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尽管面临多重挑战，马奥拉尼部落仍在积极寻找保护和传承文化的方式，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固执或落后，而是出于对这片土地文化、生态和自我决策权的多重考虑和坚守。现代社会和政府需要尊重和理解这种选择，并提供适当的支持与保护土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对全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及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雨林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完整。瓦奥拉尼人也仍然存在，只是他们的未来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而这正是他们真实的处境。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